嘿，你们好哈。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那如果你要看久一点呢，你可以按下暂停。如果你已经选好了号码，记得在留言区做一个更强的连接哈。那不啰嗦，我们就开始喽。来，我们现在来看第一张牌的，选第一张牌的第一题。好，我们就直接开始哈。来，第一题，什么机会会让你遇到它了？我把很多题目都直接简化了。那接下来的3张牌，应该是9张牌3题嘛？9张牌，每一张牌给的讯息你都可以把它当成是独立的讯息。那它如果有关联的话，我会再把它串在一起哈。所以你可能会有在不同的题目里面找到不同的线索哈。你再看看你符合哪一个情境了。那第一题里面的第一张是圣杯侍者。因为圣杯侍者的出现呢，它其实代表的是说你内心会有一种微微颤动的那个心跳啦。它很像我想一下，它很像我们高中吧，就是第一次被人家很关注、注视在你的时候，身上手啊、脚啊，不知道身体肢体语言不知道怎么摆放的那种羞涩感会跑出来啦。所以这张牌其实在告诉你说，遇见他的契机并不是那一个很明确的轰轰烈烈的场景因为我们每次对于初见面的场景的时候，如果出现了土啊、水能量啊，大部分都是这样，就是不是很轰烈，它都是细水长流的，是地下水的，是能量在一个地下波动我不太明显的位置做一个连接啦。所以圣杯侍者是在告诉我们说，它可能是你开始对你的生活找到一些新的兴趣呀，或是一些新的尝试啊，或是单纯的想要拓展自己一些新的技能，或是没学过的技能，比如说没有学过烘焙，你可能会煮菜，可是没有学过做面包，然后你可能会去上课。那你可能本来就喜欢运动，可是你没有学过攀岩。或是潜水，然后你就会去这样，它会让你走入一个新的环境，然后你会在这样子的探索里面，然后会慢慢的遇见它。它会像什么？它很像那种雾气或是泡泡，慢慢的浮现在你眼前。你可能刚进入那个世界的时候，没那么注意到它，可是慢慢的，你对于你进入了新世界的画面明朗的时候，你就发现它其实一直在你附近。所以圣杯侍者这张牌其实象征着一种可能性。然后它会在你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刚开始还进入一种未完成的状态的时候，那个可能就开始展开了，因为的能量开始置入，开始连接一些新的位置的时候，这个能量连接就出现了。所以你一开始并不会因为你去了这些新的环境而把期待爱情的出现放在你这整个新的功课里面，不会，甚至你只是觉得你要去的那个位置很有趣、很自然，结果它就慢慢的出现，而且它出现的时候，应该会先从一个跟你有同样的兴趣啊，很自然的跟你聊一些生活的小事情的一个新朋友这样开始，然后你们的关系会在这种没有设防、没有设限的一个关系里面，慢慢的就变得熟悉了。那这个就是命运的入口，在你不知不觉之中已经走进去了。所以圣杯侍者在这边提醒你你应该要在一个比较像孩子般的、比较年轻一点的你的那个时候的你的眼睛如何看待世界，而去看待现在的你，然后看待现在的你想要探索的新的领域、新的位置。要尽量的不要再用一种比较封闭的概念去期待爱情，应该要让自己觉得说，我是一个全然的人，没有谈恋爱过，可能就像初恋之前那种对爱情的渴望。可是因为还没有经历过爱情，所以不知道自己能渴望着什么，只渴望着自己的新生命、新未来，对未来有很多的展望，用这样的方式对现在的你往未来走去，那么这份爱情以后就会自然而然的悄悄的走进来，因为他现在他需要的是一种轻松自在的你的心灵的状态。你可以想象一些场景啦。它进来到你的生活里面的时候，蛮像春天里面的一些小森林里面的一些小溪，你的脚可以轻易的走过去，然后顺便泡个脚，这样子带来那一种凉爽。那就这样很小的一个水流，那它就像是冬天过后的时候，那个冰雪融化了，在山顶上融化了，然后就这样慢慢的流下来，它代表了一种你进入了一个新生命、新的季节，新的时空的一种新的流动。你大概就这样想象这个画面，它就这样子能量会慢慢的流到你的生活里了。所以你看他的遇见基本上从圣杯侍者来讲，就是一种不经意的对新未来的一个好奇的领域里面开始的。
那我们再看到圣杯三的部分哈，其实圣杯三，这边是关于一种相聚和共鸣的牌啦。其实他在告诉我们说，爱情它不是一个独角戏哈，因为圣杯三的3个杯子嘛，它至少要2到3个人哈。那它代表什么？有的时候它的出现会是从一种群体中的那种欢笑啊、笑声中聚会里面。好，所以当他出现的时候，基本上他也有可能透过朋友的朋友，会在一次的庆祝啊、团体的活动啊、聚会里面这样。有欢笑，有笑声哈，然后有人在庆祝什么，有人愿意分享心事，他可能会在这个氛围里面渐渐的清晰起来。那我们大概做一个小小的连接哈。那你在想说，那与前面的那一个圣杯四者的那个状况，新的世界的连接是什么？它可能就是一个先后顺序哦，可能会有圣杯四者的那个新领域的发展。那你在那里交了新的朋友之后，然后渐渐的，你跟他们去参加了一些小小的生活的聚餐啊、聚会啊、介绍朋友的时候，这个人也就在像上面一样，轻巧的出现在你附近哦。所以圣杯三也在暗示你说，你们的初次见面绝对是轻松的、没有压力的。那我们再对照刚前面圣杯四者，是不是也是这么讲？你们的遇见，它像一个泡泡突然浮现出来，轻松的，没有压力的，它不是一个有被标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时刻，它绝对是像一种日常生活里面的那一种，就日常的谈笑吧，日常的朋友之间的眼神的交换，或者是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不经意的小小的帮忙啊，我帮你拿这个东西，我帮你买这个东西啊，然后我提醒你一下明天有什么，或者什么下次上课有什么啊，我们下次要去哪里啊，这样子哈。它这个状态，它会在你跟朋友共享的一种生活环境、日常里面会出现，然后你会慢慢感觉到，原来我附近的这些人。跟你有同样的频率，而这些人里面可能就是他出现的那个契机哈。所以圣杯三也意味着整个能量的命运啊，它会透过一些最基础的简单的社交来做连接，来做什么推动你跟他的相遇。所以我要说的是说，现在光这2张牌都在讲说，在一个新的环境里、新的社交环境里面，会认识一些新朋友，而他有可能会被朋友的朋友带来，或是他本来就在这朋友圈里面，所以已经就在附近了。只要你愿意出去跟这个世界有一个新的互动，不要再困在自己孤单的那一种网络世界啊、房间里面哈。其实那一扇门在外面一直有打开着，而且还不止一个，只是你有没有要去走进去而已。我觉得圣杯三跟圣杯四都在讲，他其实对方的能量已经有在等候遇见了。只是2个人现在都处在一种孤独、没有探索的状态哈，所以当你开始起身的时候，我觉得你们的对齐也就开始了。因为圣杯四者跟圣杯三的结合，它都不是在讲一个孤独的爱情，不是被寻找，而是踏出了那一步之后，展开新世界，然后展开水能量的流动之后，在笑声啊、在陪伴啊、在分享里面产生的一个邂逅哦。那我们再看到圣杯五的逆位哈。其实圣杯五的逆位它比较像是有一些阴影的讯号，内在阴影的讯号，所以这张牌应该比较多的是在意味着说，你跟他的相遇应该需要彼此都对于过往的事情有刚学会放下然后已经和解，对伤痛和解、释怀当然啦，内在是会对一些过去的事情。情感上的事情感到遗憾，这都是必然的，就是我们人性的内在的一个正负能量的交换的位置，一定会有遗憾遗憾才有前进的步伐嘛遗憾才有未来的珍惜吧所以你曾经感到那些失望啊，感觉到那些不被爱在圣杯五的逆位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要忘了它是逆位了所以它意味着什么？这些失望、不被爱、遗憾都已经因为我要定义它的疗愈是在正在发生还是已经结束我觉得它比较像是说已经疗愈到一个蛮不错的程度了已经成功了不少。所以圣杯五的逆位在说，当你意识到错过一个人不是你人生爱情的终点它只是一个过了一个站，然后要把你推进到下一站，遇到更好的人的靠近如果你开始意识到是这一个概念的话，那宇宙已经把你推向往他走的那个路径上了，知道吗？只是时间的节奏是比较慢的，我们
尽量不要用一天一天去思考你的爱情的变化跟发生。我们可以最短可以在1周，我觉得尽可能用1个月比较好，用月来做单位，因为月有一些星辰的变换嘛，我们需要等待那个能量的推进嘛，没有那么快啊。因为月在整个宇宙的长河里面也是一小点，日更是一小点，可能是一些灰烬般的都不太重要的，因为能量的概念就这样。可是回到我们人本身来说，我们是每一秒都是跟着自己在走的嘛，所以要怎么样？每一秒的当下都要把自己过得很好，因为无论你有没有往未来走去，时间跟宇宙早就已经把你推向未来走去了。你会发现那些遗憾、失望、不被爱的伤口都不会有第一天那么严重，那就表示你早就在疗愈的过程里面往未来走去了。所以圣杯5的逆位是希望你感受到说你已经离过去的那个很远了，而圣杯3跟圣杯4的那个门就在你眼前。其实这里在讲的是这个所以圣杯5的逆位在讲说啦，一个新的人到来其实不是为了要填补你过去的那些空洞的啦，而是什么？而是分享彼此人生现在的人生的丰富与完整。两个人会在一起，是因为两个人正在分享彼此现在的完整。所以圣杯5的逆位让人应该会想说大雨过后的天空因为它逆位了嘛，所以它有可能是一个起大雾的白天有的时候起大雾乌云密布，所以你会觉得怎么已经变晚上了，结果它云散去了。然后阳光会从那些云的缝隙雾气的缝隙里面落下来，展开来。所以这在讲什么？圣杯5逆位在讲什么？不用刻意的去寻找啦，你只要逐渐恢复你的笑容的时候，能量就会进来，好能量就会进来，你期待的能量就会进来。记得这一个真的最重要。当你从内心真诚的逐渐恢复到你本质上所拥有的属于你的笑容的时候，无论是过去的能量、好的能量，它都会进来，会造成一种相遇或是再相遇。因为你的重生感我们不为他人，你的重生感，你的能量会释出好的空间，让好的能量进来。那释出这些好的空间，并不是你一直在旧的伤口里面舔舐自己，寻找依靠，寻找依赖，不是这个。它的是你内心真实的感受到你自我修复之后，那个云散开了，那个雨停了之后，阳光进来照亮了你内心，其实还有一个完整的心的时候，你的笑容就展开了。我们要的是这个。记得，因为我们的核心在于自己。真实的自己，快乐的自己，接受自己，爱自己，拿出真本位的自己。我们的很多所有东西都是自己。所以这边有一个重点再提示一次：当你发现自己就算只是轻轻的微笑了，恢复了自己的轻轻的最淡的微笑了，那都已经证明圣杯5的逆位已经开始了，疗愈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你已经要展开新的笑颜了。那在这个同时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说，其实我是值得被爱的我其实还能爱这两个概念就会出来。那么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它要出现前的最强的预兆了最强的征兆。所以这3张牌一起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画出了一个完美的要遇见新的人的蓝图。圣杯4者带来了一种纯粹的好奇心，纯粹的心。圣杯3带来了一种新的领域、新的朋友、新的聚会、新的热闹。圣杯5带来了某种你终于展开新的笑颜离开了黑夜离开了过往，重新在新的白昼、新的每一天每个明天都是全新的这种概念里面，重新踏出那一步然后一步步的找回属于自己的笑容。这样，那宇宙安排的契机从来就不是你去寻找跟强求才会来的啦，它通常基本上都是你放下失落，打开自己，放开自己的时候，愿意在与这个世界展开新的交流的时候，好的能量就会来，它就会来到你身边所有的好的能量进来，都是从一份轻盈的、简单的真诚开始的啦。来，我们来看到第2题第2题这边在说我要如何认出它我把题目都改得非常简单你要怎么认出它圣杯9、权杖3、圣杯8的逆位其实圣杯9它出现在这里，其实它仿佛是在告诉你，很简单的在告诉你啦。当你遇见它的时候，你会先感觉到一个非常满足
跟安定的氛围。因为圣杯九它本身比较接近一种我心里所期待的人的出现。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多的外在的视野去观看那一个你所看到的那一个投射啦，所以当它出现的时候，你心里的那个满足跟安定的氛围出现的时候，表示这个人很多方面都蛮符合你心里不自觉的期待的那一个形象。它出现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心里会开始发现说，哦，对，这个就是我期待的人，大概会有这个感觉哈。所以圣杯九在提醒你哈，爱情的相遇哈，不是缺乏。不是在你各种方面都很缺乏、很匮乏的时候出现。当然，有些小时机会出现在其他牌说是会说，在你在非常低谷的时候，你开始要往上爬的时候，会有一个伸手出来把你拉上来的时候。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大部分时候我都会说是你在低谷往上爬的时候，那一只手跟那个人会出来，那个时候并不是你缺乏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你在增加、再加回来，把自己失去的加回来的时候，它才会出现。所以，如果你一直在那个匮乏、低乏的状态的时候，极小的几率会出现。虽然之前有些牌我会说，在极小的几率的时候，你在非常匮乏的时候，对方也在非常匮乏的时候，你们两个竟然在这一个状态里面对齐了，所以互相扶持、互相理解，这个情况不常发生。可是还是会发生，可是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在我们不匮乏的时候，而是在自己挺身而出、往上爬，开始为自己加添很多新的好能量属于自己的时候，爱情这个时候最容易跑进来。你就想象嘛，当你在一个夜晚可能在深山里比较没有光害的位置的时候，发现天空的星星你看得到星空，突然心里就没那么急切的想要去为自己做什么事。你觉得因为整个宇宙天空、星空的情绪比你大得多，所以心里对很多自己的期盼各方面就没那么急切了。就是这感觉，你要把它保持下来，不要那么急切的去找哈。然后这种星空的感觉会让你感觉到说，你已经拥有很多了，未来的所有的出现都是礼物。记得，因为这句话我也很常跟自己说，我们能在这里阅读自己心里对爱情的渴望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你已经拥有很多了。只差爱情吗？没有啊，你也经历过一些爱情，所以我们要想说，对未来来说，各种新的出现、好的出现、各种的好，其实那都是多出来的礼物的状态。那你就会变得比较感恩，然后你内在的能量就会慢慢的变成一种饱满的、不急切的、很自由悠然的。这个能量会产生新的魅力，然后你会在这种无声的对外任何的发表任何你的状态的一个安安静静平静状态的时候，会吸引到适合你的能量，好能量会出来，所以对方会怎样？他会突然就出现，你就突然的变得很明朗，发现说，有人跟你一样，有人跟你一样懂得享受此刻的幸福，这就是圣杯九的状态啊！因为它出现会有一种满足跟安定的氛围嘛，因为你现在所期待的是这样子能够让你觉得安静享受的小片刻的幸福的感受的时候，它会跟你对齐。你现在所有的一种安静的内在的那一种自我的丰富，然后引发出来某种你期待有人跟你一致的那种状态的时候，他也差不多会在那个时候跟你对齐就出现的了。然后他的眼神啊，带着淡淡的满足啊，跟你像没有匮乏，对自我没有匮乏，对人生没有急躁，他也不想要去填补谁，也不想要谁来填补你。结果你们两个就这样子慢慢的出现在眼前，为什么？能量对齐了嘛，内在的付出度比较完整了嘛，接近你们要遇见的那个完整的程度了嘛。然后所以视野上就会看到彼此，而且还辨识出彼此。所以当圣杯九在提示说你要怎么认出他的时候，其实他在讲啦，他的出现会让你感觉到说一切都很足够了。我只需要多一点点的拥抱与温暖就可以了。圣杯九的信号就这样，个人彼此都已经很满足了，我们只需要多一点点的陪伴跟温暖，甚至能够在彼此身边安心的脆弱，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它的能量的流动就变得很温和、很自然，那它自然也会出现，你就会辨识到它了。所以我们再来看权杖三其实权杖三在告诉你说你会认出他，主要是因为你们在相遇的时候，应该对于未来的蓝图跟方向感突然变得很明确，很奇妙因为权杖三本来就是一个遥望未来的一个角色嘛而且他进入行动，会进入到行动。
不只是站在原地思考空想着未来的蓝图，而是对于这个辽阔的未来的爱情的梦啊，什么各方面会开始有一些新的规划。所以这边也在讲，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可能会以朋友班突然聊到说可以一起去哪里旅行，有什么课程可以一起去上，然后我们生活有一些什么新的经验，你要不要一起去体验？如果这个话题在你们一开始就出现的话，那权杖3的能量就出现了。那再加上前面的圣杯9的能量，代表什么？你们两个都在一种内心富足的状态的时候，可以思考未来，可以看到远方的可能性，然后对于未来有一些新的野心被点燃了火焰，因为权杖3是火能量嘛，所以当你遇见他的时候，你会觉得和这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未来的视野突然变得很清晰。这个很重要哦。跟这个人讨论很多事情的时候，突然未来的想象突然变得很丰富。其实不是因为他出现给了你很多的答案啦，而是他的能量会让你发现自己原来想往哪里去，原来想去探索哪里。你会认出他，因为他不只是看着现在的你，他也看着你，发现你跟他可以并行往未来走去，成为好的旅伴、好的陪伴。他会跟你一起在自己的内心产生一种我们可以一起向前走的能量。所以你们会谈论什么？可会谈论一些很像天马行空的梦想啊。可是谈论这些梦想跟要去的地方的时候，却觉得很真诚。然后两个在聊天的时候，静静看着对方，看着远方的时候，都会觉得说，那些都是有可能可以实践的。那我们来规划吧，会这样。如果土能量再更多的话，那个规划性就会立即展开。可是我们这边是水火能量嘛，所以你其实主要还是先讲到你们内心的灵魂已经有翅膀打开了，想往未来飞去了而且不是孤独的行走，而是灵魂是告诉彼此说，我们可以陪伴，我们是彼此的影子。权杖3大概在讲的是这个所以记得这个人一出现的时候，大概就很容易聊到未来的蓝图，即便只是简单的旅行，或是只是简单讨论一下想去探索的国家，这都已经是非常好的起点了再来，我们看到圣杯8的逆位了。其实圣杯8的逆位本身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讯号了，它暗示着说，当你遇到它的时候，你可能会察觉到，可能会察觉到，因为我刚刚在思考这个是所谓的徘徊，还是一个回头的状况？好，其实圣杯8的逆位这边在出现说，在你的生活里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有点像针一样的尖头一样的比较高耸的一个讯息，就是当你在生活对于现在有些现状开始有点迷惘徘徊，或是你觉得现在你走的路径不好，你想要回头或者再重新 reset 一次的话，那圣杯8的逆位给了一个很好的讯息，是差不多它要出现了，因为有的时候它会有一种比较外力推动比较明显的状态，就像受到阻碍、受到徘徊、没有办法往前的状态来说，其实差不多要出现。为什么？因为它的能量进来的时候会有一种转换，因为你可能你的能量缺少了他身上有的一个能量，他需要帮你补齐。他有可能是一个朋友、一个新朋友的出现之后，给你一些不错的 idea， 或者他的几句话、一两句金句，就帮你脑袋顿开。所以这张牌在正位的时候，圣杯8的时候，它是一个离开；可是逆位的时候，像是一个回来跟放不下嘛。所以这代表着你们两个可能内心都还有一些对过去的事情没有完全彻底的走远。虽然你们已经有疗愈了，前面的牌是已经有疗愈了，可是也没有完全的走远，所以有可能两个人在这个部分有同步圣杯8讲了一个特别的位置，那这个同步也让你们两个认出彼此。为什么？因为你们两个的能量似乎能辨识到彼此内心可能还有1%、2%的挣扎，所以才会让你们有一种奇妙的眼神的默契交汇，奇妙的对谈的开始。可是那些对谈的开始，最后是需要聊到圣杯8的逆位的位置，就是是不是还有一些心理的事情没有过去？大概要过一阵子之后就聊到这里那这个
节奏跟这个事件出现的时候，他比较像是 double check 这个人，就是你在等的那个人啊。他跟前面的这几张牌的顺序来说的话，这个比较像是第二次的确定是这个人。前面应该已经蛮确定的了，可是心里的确定那一个黑暗面啊，内心挣扎啊，有雾气的位置啊，好像还没有确定那么多。他这里的确定比较像是确定更深层的灵魂的信赖感啊，因为当我们时常说嘛，你这个人跟你真正成为朋友的时候，是你们开始交换秘密的时候。好，差不多就是这一个状况。所以这一件事情到圣杯八逆位，它并不是一个坏事啦。我觉得相反的是，你们终于对彼此有更深层的坦诚了。它不是表面上的契合，它比较像是内心的诚实已经拿出来了。所以到了这一关的话，可以确定的是，你们在彼此面前已经完全不需要伪装自己，成为一种完美无缺的人。彼此都可以有破碎，彼此都可以有缺点，然后可是还是在不断的接近彼此。这样，我觉得这个部分出现的时候，比较像是要进入交往或交往前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确定啦。好，所以他这里其实有在暗示你们两个一开始遇见的时候，就有一种很特别的眼神中的一个奇妙的不自在，可是这不自在并没有阻止你们往前走，反而把你们拉近往前走。为什么？因为彼此都想探索到底那个眼神里面的不自在是不是我该关心的点。可是他不会一开始进入这个话题，他是要慢慢的从我们刚前面的那个生活的氛围里面进入到比较友好的时候，他才会到了这个转折点，然后灵魂就会在这个时候出场了。灵魂可能会在内在直觉告诉你说，现在啊，我们要灵魂来多对话，我们要去确定一下内心的一些黑暗面，不然这样子我们的关系才会再往前一点。而且我们本来就要往前一点，所以这是一个关卡跟挑战，我们必须要谈论这个。好，所以圣杯八的逆位，其实在讲的是说，如果他在正位的话，这一个话题可能会永久被回避，然后可能就只会到最好的朋友的关系。可是他逆位的话，好像灵魂发现了内心的这个关键对话必须要出来，所以必须在这里先停下来，我们先来解决内心的那些还没有说出口的话。好，所以圣杯八的逆位比较像是说，我们认出了这个人连灵魂内在都是我们可以信赖的人，都是我们可以依附的人、依靠的人，因为我们在做一个内心的黑暗面、内在的心理的话，不愿意说出来的话的一个交换，那这份关系就会在前进。所以现在三张牌结合，圣杯九、权杖三、圣杯八的逆位，这些，我觉得他讲了一个，你们慢慢变得更加亲近的一个过程了。从一开始理解彼此所渴望的幸福，然后慢慢的理解对未来的梦想，然后最后还理解到内心其实还有一些挣扎还没有逝去哦。这三个程度的交换的时候，就更加的确定两个人是可以往未来走去的啦。然后在彼此的这三张牌里面，还可以看到，一种痛苦里面仍然用温柔的、坚定的去面对的一种性格，这是我们两个都有的，然后两个都互相欣赏的，然后又带着一种其实我们的能量并不匮乏，我们能量是非常满意的，我们愿意分享到彼此，这样愿意成为彼此的一种温暖的依靠。然后最后，在一些心理真的需要依赖诚实的诉说之后才能被疗愈的事情的时候，却也能够凭借着对彼此的一种信赖吧、安全感，而诉说。所以两个人的内在的灵魂、身心灵方面都变得格外的真实，是真诚的靠近。那这三个现象出来的时候，大概已经完全满足了，跟确定了眼前的人就是那一个你等待已久的人啦。来，我们来看到第三题。第三题我们这边写的是确认交往前的一个关键呢，就是说你们从朋友、好朋友到交往前，会有一些很不错的关键会跑出来哈。所以我们这边有圣杯十、权杖四跟圣杯七的逆位哈。圣杯十在这边出现的话，我觉得它就像它原本的牌意上是有一道梦里的彩虹啦哈，会把你所有对爱情的想象啊，都整个编织在天空上面哈。对于年轻的你们来说哈，如果是很年轻的你们啦哈，心智上、心情上，各方面都很年轻都是可以的。那爱情有的时候哈，蛮像是自己心里想要去验证跟实践的一个童话故事啊，都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本来就是我们对爱情的一些寄望哈。所以真的
会不会真的有一个人不仅仅是让你动心，还能够在未来陪伴你啊，过一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啊那圣杯十的出现在这边告诉你说，这份确定交往的关键其实不是在那种轰轰烈烈的开始啦，而是你们彼此能够在对方身上看到什么家的影子。它并不一定是你以前的家的状态，而是你想要成为的家的那一个期盼。所以这张牌代表某种完整圆满的情感状态，所以不是因为它带来多刺激的一个新鲜感了，而是因为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能够想象自己在未来的那个样子假日啊、周末都是一起去买一些植物啊，去买一些家具啊然后晚上的时候在凉爽的傍晚的时候还可以一起散步啊，然后工作之余还可以在阳台一起看看窗外的风景，看看星星啊，谈谈自己一整天的一些喜怒哀乐啊。然后爱情之所以会这样子慢慢的走向圣杯十的这个确定的话，就是因为它从来啦就不是一个浪漫的片刻，虽然是圣杯十，可是圣杯十所带来的一个本质的意义，主要还是我们心里有一个归属感啦。所以当你问这一题交往之前要确定交往之前的关键在哪里，我觉得圣杯十用了一个非常轻柔的方式回答你，是因为你心里那一份无法忽略的安定感，在他身上被呈现了，他有带来那一种灵魂你灵魂的那一种舒展、心安的力量在他身上有呈现，你们彼此做交换，所以差不多觉得感情值得正式开始了那我们再到权杖四这边看的话，权杖四更像是一个庆典，它象征了某种承诺跟稳定的能量。所以对你而言呢，爱情应该之前仍然还是有一些不确定，然后甚至有非常多的犹豫因为之前的一些挫败感或什么让你非常犹豫。但是当这张牌出现的时候，它提醒你确定交往的那一个瞬间你会看到，你会看见，对方也很愿意的要给出承诺的同步，你想给他也想给这样。那权杖四当然了，它有的时候很多时候被称为是一种跟婚礼结婚有相关的一种前奏曲啦。它代表的不是单独的浪漫的约会啦，而是一种对于彼此愿意公开的那一个肯定所以他会开始把你介绍给他的朋友，然后逐渐把你带入他的生活圈，然后让你真切的感觉到他的角色各方面他都没有要再隐藏，他希望在未来可以跟你并肩的站立，然后希望你们同时被其他人祝福，被爱的能量祝福。所以这份能量呢，在爱情里面不仅仅是一种只是初步的火能量这方面的热情啦，最重要的是它的核心是能不能被彼此肯定，能不能被外在肯定，被他人肯定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们两个有没有愿意站在彼此身边，而这个感情被其他人看到的话，其实那都是其次啦，而是正在展现出我们彼此都愿意让彼此知道说我们已经把彼此放在重要的位置。我觉得差不多到了这个关键的时候，就是要确定交往关系的前面的一个最佳的时机。所以换句话说，权杖四其实在告诉你相处在一起都不是因为说了多少甜言蜜语啦，而是能不能在生活上实际的表达了我选择你，让大家知道我选择了你，然后让其他人肯定跟尊重这份关系的存在。所以让这份选择真实的摆在眼前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份稳定、承诺、照顾，然后展现，都是已经确定要进入交往关系的这个时刻了。那么我再看到圣杯七的逆位其实圣杯七的逆位出现的时候，会跟它原本的牌意不同，它反而是一种很清醒的力量因为圣杯七常常代表了选择太多、幻想太多、追求太多。但是逆位的话，比较像是风把那些看不清楚的迷雾吹散了，让你们彼此清楚的知道我们要什么，你要什么，我要什么，我给予你什么，我可以给你什么。所以在爱情里我们时常会因为自我的欲望、向往成为幻觉而迷失了方向，不知道怎么给予，不知道怎么接受，然后想象彼此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浪漫，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惊喜然后或是在心里有很多关于理想的爱情状态的一个清单，这就是圣杯七原本在告诉我们的。可是当它逆位的时候，它告诉我们说，这份交往前的确定的关键其实是要放下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而选择真实的生活状态。
所以当他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能够不去比较，不会去挑剔，更诚实的看待我们两个都是不完美的人，然后我们两个的生活哪些地方可以契合，着重于那些我们现有的，然后我们如何给彼此安心，我们如何让彼此感受到有归属感，这份生活里的真实，比起任何的浪漫的幻想都可靠啦哦。所以呢，圣杯7的逆位，我觉得他在提醒你，确定交往前的那个时刻啊，从来就不是因为对方有多完美的符合自己的幻想，而是你终于看清楚我想要的就是这个人，不用完美，不用符合我完全的期待，那些都不重要，而是眼前的这个人扎实的让我认为，扎实的让我感觉到，这个就是我生活里面可以一起走下去的人。无论有任何修补，无论有任何措施，我们去更正都没有关系。但是这份确定是一个扎实、真实的人在眼前，这个比起什么都更重要。你们能够更诚实的展现自己，比什么都更重要。所以这3张牌的总结啦，我觉得这张牌有描绘出了一个进入交往状态里面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路径。他会先进入一个安定，然后再进入一个清醒，然后再进入一种归属感，然后这3张牌结合之后，结果竟然还能看到未来的蓝图所以我觉得这3股力量的交织啦会在你们确定交往之前会有一个瞬间，两个突然会感觉到这份关系还蛮值得继续下去的，好像某些心里的期盼跟一些想不清的东西，或是想要被补齐的东西，好像都已经在了，而且彼此还真实的存在在面前，所以这份值得就会把你们推动到确定交往的一个关键了。好，那这就是1号牌的朋友，我们用3个方向让你感受到这个新的能量，这个人的靠近，希望给你一些乐观的感受，未来的期盼方向感都找到。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来，我们现在来看到第2张牌的第1题。第1题一样，我们题目是什么样子的机缘机会会让你遇到他？那我们这边有宝剑骑士、权杖四跟教皇牌的逆位。我们先从宝剑骑士开始看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了，宝剑骑士是一个风能量的骑士嘛，所以他往前进的冲劲的那个能量非常十足，有点像快速的风，有点像你做交通运输系统的时候，然后有经过的列车，然后会有那种风切的感觉，毫不犹豫的往前推进的这张牌。所以这张牌呢，告诉你说，你遇见他的时机，往往不是在你小心规划、按部就班、如土能量的那种情境里，不是。它是一个你需要快速反应，然后瞬间要跨出去的那一个瞬间。它有可能是你朋友突然约你一个活动，然后你明明想拒绝，可是你的直觉告诉你说要答应就答应，就是这个时刻。他那一个随性的一个决定，随性的一步，会带领你走到他面前。所以，因为他这里有一个，因为我们今天设的题目是遇见他，所以宝剑骑士有一种快速的决定，也有快速的错过。所以宝剑骑士也意味着，这个人他也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他不会绕圈，他不会慢慢的绕圈，他会直接闯进你的生活，然后闯进你的生活之后，这个时候的接见、遇见、交汇没有，那他又会再离开，什么时候再回来不知道。它就很像你譬如说你在家里嘛，突然把各个窗户都打开的时候，有一阵大风吹进来，贯穿你们家里，贯穿你的房间，你甚至来不及然后整个房间都被风吹动啦，然后窗帘都在吹动，就是那一个感觉，瞬间来，然后瞬间走这样。所以你遇见他的时候，会被迫在非常快的节奏怎样决定要跟他互动哦，所以要小心哦。有感觉的时候，直觉到的时候，要互动就要赶快那但是它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啦，它也有可能会出现在变动里面。什么叫变动里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本来有一个活动，你本来想拒绝，可是你觉得直觉要说答应就答应了，就是你这个是你主动造成的变动。还有一个是你可能工作上面有安排一些事情，就快到时间到的时候，就才被通知说，没有，临时改了时间。那这个变动的时候，譬如说本来是1点半要开会，就改到3点，就你多了1个小时半的时间，本来可以很紧张的要准备，就这1个小时边就变成悠闲，然后你就去附近逛一逛啊，去咖啡厅坐一下，去附近等一下，因为你可能已经出去在开会了。就这1个小时半的时候，就突然来了
这个宝剑骑士把它带来的那一个，它也会在可能的变动里面产生某种戏剧张力的，该怎么讲？邂逅吗？巧遇吗？也有可能哈。不过这个能量我觉得会发生，但是比例上没有那么高，但是也可以注意一下。所以哈，宇宙在这宝剑骑士这里，其实是要你注意一件事情啦。这一个爱情2号牌的爱情哈，它不会慢慢的铺陈。它有的时候就是像闪电一样、疾风一样过去了，你来不及看哈，就来不及了哈，所以要注意一下。然后我们这边再提醒一下哈，因为这边是3个题目嘛哈，然后9张嘛哈，这里9张牌哈，你要先把它当成每一个讯息都是独立的象征，对它的题目是独立的讯息哈。如果它会连结，我会不是刻意啦，我会注意哈，把它连接起来。然后如果没有，你要把它当成是独立的讯息哈。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权杖4的能量哈，我刚讲了嘛，它跟前面的各方面可能不太一样哈，它也意味着你遇见它的场景呢，可能会出现在一个人群相关的场合，譬如说聚会啊、节庆啊、婚礼啊，或是一个为了庆祝一些小事情的随意的晚餐都有可能。那它会以一个可能朋友带来的朋友的一个新的第一次的交汇点来讲哈。可是虽然说跟前面的好像不一样，可是又好像有连结，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你本来想拒绝的约会就答应了去这样。其实这个很难决定要不要答应，一切就是你内在的直觉。你有的时候要练习听你内在的直觉啦哈。本来你的朋友跟你说下个礼拜我们有一个餐会，这样你本来就一直很想拒绝，不是很想去这样子，你觉得很麻烦啊，很多晚餐这样子。那可是你内在有一个声音哈，跟你想拒绝的东西有冲突、有对抗的时候，那就表示你心里有另外一个想法出现，你要听一下哪一个地方的重量比较强。然后直觉有的时候会比较强烈，会比较大声，那你就选直觉的地方就好了，不要选挣扎的部分那它就会符合了宝剑骑士的创造力，然后它就会符合权杖4所带来的事件所以这张牌在强调说，你跟他遇见不会是单独的啦，都是有其他人一起出现的，不会单独的遇见会在有其他人的注目下、见证之下、共同的欢笑、温暖之下，然后你们2个悄悄的靠近，然后这个新的角色会悄悄的进入到你的生活。因为权杖4本身有带来某种归属感的感觉了，它在让人相信说，你遇见他的时候，心里会涌起一种这里真好，这里的氛围真好，我想待在这里。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归属感，这可能是他出现的时候创造的那个归属感的感受啦。所以这边也说明一件事情，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不会有那种唐突突兀的相见，不会有那种尴尬的感觉，好像你遇到他的时候就有一种这个人我好像不是说早就认识还是这么晚才认识，不是这个熟悉感，而是会觉得说这个人我应该今天就要认识，我应该就要跟他变朋友，我应该就会跟他蛮要好的，今天就会有这样。有的时候你自己回想，你有时候遇到一些新的朋友说，第一天你就知道了。主要是因为权杖4的能量都跑进来了，那种活动啊、庆典啊、庆祝啊，那种受祝福的人一起进来了这一个场合，它比较像是整个宇宙的附近的能量设计好，让你们在这样子的氛围遇见，缩短了那一个猜疑啊、不确定啊、陌生的感，他把它消弭了，让你们很快就接近。所以它的靠近呢，我觉得会让你觉得整个气氛氛围都开始比较温暖温热起来，然后你的心也开始亮了起来，悸动起来，有点小小的嗨所以你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多的笑声，很多的开心的互动，然后产生了第一次的遇见那他如果再回去看一下宝剑骑士这一段你就会发现，这个时候如果遇到了这个开心的片刻，要好好的掌握。因为什么？宝剑骑士在暗示，这可能就是唯一的一次的开端的门口来，那我们再看一下教皇牌的逆位教皇牌本身就有非常多的秩序跟规矩了，可是它当逆位的时候，就是怎么打破了这些规矩，不用再循规蹈矩的安排里面等待它出现，所以它这个就是说什么？你不需要其他人的介绍，你不需要其他人的推荐，你不需要在一些传统的交往的概念里面遇见它，不用。相反的，教皇牌出现了逆位，就表示说你会在所有无秩序的状态里面，有可能随意的遇到它，就跟前面的宝剑骑士讲的，可能是随意的改变行程的时候啊，你的约会啊。会议被改变时间啦然后可能你本来每天都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就突然下班的时间被说大家要提早下班，因为晚上有聚会啊这些的，突然临时把原本的规矩打破的时间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出现然后还有一件事情，
这个人可能会超脱、远离，完全不同你的什么，你所期待的理想型的恋人。可是你遇到他之后，心里会一个震动，觉得这一个完全不在我预设的角色的人，怎么还会让我觉得很舒适，然后心情觉得很愉悦啊？因为教皇牌的逆位代表某种不按规则来的爱情的发生，不按你以为的规则来的的爱情的发生。这样，你以为你要在很正经的场合，你以为跟他见面的时候是很严肃的场合，好，或是一些比较拘谨的场合遇到他，其实没有。教皇牌逆位在说，绝对会在你放下非常多的严肃、拘谨、规则、规矩的那一刻，很自然的那一刻的时候，它会出现。所以它就符合上面的权杖四的概念啊。那它有可能真的是在欢庆的场合会出现哈，因为这张牌还带来一个讯息来叫你不要害怕。好，它的出现的时候会打破很多规则哦，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它可能跟你想象中的理想型不一样，还有可能会在一些你觉得不会有爱情发生的地方出现。好，也许就只是在路边就出现，你都还没有去，你都还要去参加那个活动，参加那个庆祝生日，还在路上它就出现了。可能跟你朋友先相遇，说，你要去啊，那我们一起去啊的概念，说它又已经出现了。完全不在自己的时空掌握里面，所以教皇牌的逆位他把那个随机性提高到了非常极致的位置，所以你无法去照你心情的期待去期待他应该要在什么时候出现，因为他基本上就是不爱常理出牌的一个状况啦。但是那一个瞬间，你会立刻知道说，那一个土元素所带来的稳定、安心、整齐，早就立刻被打破，然后立刻从土壤里面冒出一个全新的植物啊。花朵啊，你觉得这里怎么会长出植物，怎么会长出花朵的那种概念它立刻就会在你的生命就这样冒出来了。好，这个就是教皇牌逆位的状况。所以这3张牌的结合啦，我大概觉得它有一个共通点，你只要保持心情的愉悦，或去参加各种愉悦的活动的时候，这个人会如疾风一样突然出现，而且是你完全料想不到的情境就出现，而且他有可能就突然站在你面前，就亮了出来，然后就互动也很好，你会觉得一切都来得很快，一切又都来得很顺的感觉哈。好，我们现在来看第2题哈。第2题就我们要怎么认出它了哈？这边有权杖皇后、圣杯2、圣杯1都是水能量哦，所以大概知道看得出来有一些是内在的东西的吸引力的存在哈。那权杖皇后这边说哈，在你的人生里面啊，它的出现，我觉得它不会是那种沉默无声的慢慢的出现哈，而是有可能会类似火焰照亮你心里的某个角落。你看为什么这边是水能量，然后我去把它写下说是火焰照你心里，因为它会进到你内心的某些阴暗的角落，一些小房间，一些小盒子，打开照亮照明这样。因为权杖皇后它有能办法洞悉到你灵魂深处的一个状态了哈，然后它的自信啊、魅力跟吸引力会在你们相遇的时候，会从内在深处里面被引诱出来。所以当你遇见他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我觉得光是眼神上的交流就会非常强烈，然后你们甚至不用多说一句话，就能从一些眼睛的灵魂的对话里就会发现出某种肯定，那个肯定的语汇应该叫做我看见你了，我知道就是你。好，那权杖皇后在这边提醒你它的能量其实是很强的外放的，不是很拘谨的但是很有温暖又很有感染力。这代表什么？喜欢他的人应该还蛮多的，所以认出他的方式，你会发现他蛮有自信的，而且好像很多人在说他的好话。好像可能也许你认识他的时候，就会从你的朋友那边口中就听到说，就是他就是可能其他朋友有在说，谁不错啊，谁还蛮多人喜欢的，然后谁喜欢谁，这样都还没看到本人。可是他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原来就是他。然后你会被他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某种自信跟专注，你会理解为什么他常常会出现在别人的语言里面，还有些人会喜欢他，因为他在人群里面算很闪耀的。所以当你也在现场，然后他还跟你有眼神交流比较久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我是里面这么多人在讲的事，结果我才是最特别的那一个吗？然后它会让你觉得一种很轻松的感觉，一种像太阳照亮的感觉，然后有一种温暖的感觉，然后是对等的感觉，不是上下的感觉不是强弱的感觉，而是它那个热情那一种能量，好像只为了你而来，好像他懂你，好像只有你懂这一个
它的那个吸引力的真实内在是什么？这个是你们两个的连结哦，因为这里出现的是什么？是权杖皇后，好，是内在的连结。很多人看到都只是一些表面的光鲜，或是他的一些散发出来的热能。可是你们两个人眼神对话的时候，发现哦，就是这个人不一样。我在这个人眼里和他看其他人不一样，这个直觉哈，这个自信其实会跑出来哦。所以权杖皇后告诉你说，你们两个哈。你认出他，其实是你们两个互相认出来，所以宇宙在提醒你哦，这个直觉就是，其实是第一个很确定的讯息，是这个人，其实你不要怀疑哈。然后再到圣杯二的时候哈，如果说我们前面那个权杖皇后是一种火焰能量的话啦，那么圣杯二就是水面上的那个倒影，所以这张牌意味着说灵魂的契合跟情感的共鸣很强烈。当你遇到它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一种难以解释的熟悉感，好像你们的灵魂曾经在某处见过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激烈的碰撞，而是一个我觉得你们之前就有一些契约跟约定的流动只是这一次的遇见很像一种朋友的交汇上这样。那你认出它的关键呢，是你们在互动的时候有一种很不需要解释的轻松感。你会发现你们的对话都会自然而然的展开，甚至不用刻意的装饰就能聊得很深入，然后你们很容易就在第一次的对话里面就找到很好的共同的兴趣然后也有可能有很小的部分，可能你们会在工作上面被介绍，然后第一次合作就发现你们的工作方式很熟悉。但是我觉得工作能量比较低啦，我觉得交际的场合比较多，它也有可能会变成是说工作跟工作，不同的公司、不同的介绍，然后突然有一次试着开会啊，或是出去交际的时候啊，突然聊到你们的工作很类似啊，然后第一次聊天就发现说，其实你们可以合作，他也有这个状况所以你内心就会很确定说，奇怪，这个人靠近的时候，心中就有一种微微颤抖的感觉，因为那个是什么？那是一种你跟他的同步率很高啦。圣杯二在这边有发现你们一开始前面讲了嘛，你们像水面上的互相的倒影嘛，你们的同步率很高，所以圣杯二在说这个人会让你觉得自己被理解、被接住，而且频率非常相同。我觉得他的靠近它不太像是一种占有，而是一种绝对的分享，一直分享给你这样子。所以他在搭配前面的那个权杖皇后我们刚刚说权杖皇后这里它有水能量，它是因为它是那个皇后里面的水能量，可是它大部分是火能量嘛所以我们一直觉得它是有光的，可是它有水能量的进入内心的这种两个融合的状况。然后再到圣杯二的时候，他发现说原来那个水能量进入内心的方式是因为你们的同频共振，还有被理解、被接住这样。那你会在前面权杖皇后的时候觉得说，很多人都觉得对他评价还不错，可是为什么你特别觉得自己在他眼里是特别独特的？主要是因为你接得住他，他觉得其他人完全无法理解他，不洞悉他，对他没有想法，只对他外在或是各方面的表现有吸引力。可是你们的眼神交流会发现，你们是互相能在这个相同的频率里面互相接住、互相理解，还共享彼此内心的事情。所以到圣杯二的时候，当你们一接近，你看我们刚讲的各种方式谈论很多事情的时候，别人会看到你们两个说话津津有味，同步调，可是只有你跟他能够感觉到说，我们不止同步调，我们还有到几乎同频怎么讲？有点类似 twins 的感觉了啦然后很快的就会觉得说，我们两个分享的事情彼此都喜欢，你分享这个，他分享那个，分享一个笑话什么怎么两个人各种默契都搭在一起，而且立刻能够感觉到说，这个人我可以跟他一起慢慢的往下走，好像可以开创出更多的东西。然后再来又到了圣杯一。照顺序来说刚刚权杖皇后啊，圣杯二，就既然是圣杯一抽出来第三张，其实他在讲什么？你们两个会带来一个全新的爱情的开端，跟之前的爱情可能都不太一样。主要是你会认出他其实绝对不是外在的吸引跟或是灵魂的共鸣这两个，其实这两个都有，但它不是核心的。你认出他，他认识你，都是一样的。主要是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有一种新恋情的情感交流的浮动开始了，好像心里面蓄积非常久的那个爱情的泉源，本来就已经快满溢了，结果一遇到的时候，就整个摇摆出都晃出来了这样。所以当你跟他接触的时候，你可能会意识到说自己的情绪全部被打开了。我现在在讲的这个，你跟他都是同时的然后你会笑得比平常更自然。然后你们的对话的时候，一句话都很容易达成彼此内心的某种悸动，然后这个悸动已经很久都没有了。然后这一个瞬间，你好像突然相信说，原来我以前觉得爱情已经离我很远了，可是现在这一个直觉这么强，好像我已经
不是说我已经开始可以相信了，已经不到这里，已经觉得说，我已经相信了，爱情已经出现了这样。它又很像说，你原本不知道你已经缺乏一个对于爱情的拼图嘛，就在这边，它突然就拼装起来了。它还不是找到哦，它就拼装起来了。所以圣杯其实在提醒你后，它的出现会带来一种你已经久违的纯净的喜悦。毫不需要去找理由为什么，而是你心里就轻轻的跟自己说：“这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人。”刚我们全上皇后不是也有说了吗？主要是他的能量会让你想要付出，也会让你觉得爱情是值得期待的啦。所以从这边我们要看到说，到底要怎么认出它，其实就是你们内心的那个爱情的泉源有被喷发起来，叫醒了，而且是在你意识到这些东西都出来之前，你的内心里早就已经先相信了，你只是跟上而已哈。来，我们现在直接看到第3题哦。第3题的题目是交往的关键呐，主要是讲说，前面朋友、好朋友这类型的，可是会进入到交往嘛？可是要进入到交往前，应该会有一个关键的时候哈。那我们抽出了节制、愚人跟女祭司牌3张都是大牌，没有小牌哦，所以可能关键性的出现会很明确哦。所以，我们从节制牌这张牌可以看到说，能量里面爱情的关键并不是说急于去拥抱爱情的出现，而是两个人会在整个相处的节奏里面找到一个非常自然的节奏，毕竟是节制牌出现了嘛。节制牌它本来有射手座的能量或能量，可它也有那个杯子能量是水能量调和的能量，所以它会是在即便两个人的相处是不同的能量、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个性各方面，都会找到一个非常自然的节奏，无关乎你们的性格跟什么星座那些，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两个只要找到自然的节奏的时候，这两条溪流就会慢慢的交汇，没有喧哗。会自然的在相遇之中成为一个更宽阔的河、更宽阔的未来。所以对你来说，确定交往并不是谁要先开口啦，不是你争我夺谁先开口，不是，或是谁先开口谁先赢，不是这种的概念，而是你们会到了一种互相倾听、互相配合的一种很自然的像太极一样的流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跟他的步调虽然差异很大，有时候他很快，有的时候你很慢，有的时候你很急，有时候他缓缓的这样，然后有的时候你观望，可是他很快就去积极的去实践，会有这样子的差异没有错。可是真正的关键，我觉得是在你们是否能够调和这个速度，还有即便有争吵，即便有小争执，即便有意见不合，然后怎么样和好的能力。它会在节制牌里面提醒你，你们两个人在爱情里面从来不拉扯，就算有一些对冲争执，就像我刚刚讲的矛盾，可是从来不是以拉扯的方式相处，而是以一种和谐的、有曼妙的音乐的一种共舞啦。所以这张牌也在告诉你、提示你你们两个人其实如果在快要到交往前夕的时候，对方有在暗示你、提出讯息的时候，其实你不需要立刻回应，而是需要保持一种心情上面的稳定，观察这份关系跟这份靠近是不是值得未来，是不是能够长久的。因为节制牌其实其中还象征着调和之中有一种耐心，因为它需要左到右到这个水能量水啊一些不合的东西，它要调和需要时间。然后节制牌代表说，里面其实有很强烈的温柔啦，象征这两个能量会慢慢的融合，要等一下。所以无论开始有暗示了要不要交往的时候，其实慢慢的，他会找到靠近你的方法，你会找到接近他的方法。所以交往的前夕会有一种，你们突然觉得一切都变成很有默契，一切都非常和谐，时间啊、感受上啊、对话上啊，即便出去旅游啊一起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保持心情上非常稳定，然后也不会有争吵，心情上也不会特别的起伏，这种平静的稳定的感觉，就是节制牌所带来的力量，它在暗示你说进入这个平静感。和你们两个互相配合，高度配合，还能够互相倾听倾听非常多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交往的时间也差不多就到了啦。所以在愚人牌愚人牌这里就比较特别，愚人牌这里像是一种你敢不敢交往的一个起步因为它这边有点代表说，在确定交往前，两个人都会思考说要不要跳出原本的框架。那这框架有代表什么？你的生活方式啊，你的时间啊，各种配合里面的跳出原本的框架，这样一个人要变成两个人的概念，这样那这份勇敢有没有出现？那这份勇敢有没有在确定关系之前伴随着？或是能量相同因为这个跨出去之后，就没有人能够保证未来是一定完美的所以愚人牌是在提醒你说，爱本身就是一个冒险啊，记得这是个冒险只要你愿意接受未知，才能够真正拥有未来。
所以或许在这个时候，愚人牌就是告诉你说，你这些犹豫啊、徘徊不定啊，甚至看起来自己思考还不够成熟，这都不重要啦。主要是这张牌在告诉你说，爱情啦，从来就不会等待你一切都准备好的时候才开始。这一句话哈，我写下来的时候，我觉得它是有一个矛盾的，因为我写下来的时候，其实我是要让它去影射另外一件事情。爱情不是等待一切都准备好的时刻才开始，这个是你以为的没有准备好，可是，在宇宙跟整个能量的概念上面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们的对齐是你们两个的能量现在是准备在同一个平行线上，是相同的。就是说，其实你们两个人能够交往，可能只要准备到88分。他不是要到100分才会开始，他有时候就要到88分，可是你们都觉得要到100分之后才会开始，没有。其实两个人，因为有的时候往上爬到88分的时候，有的时候谁快谁慢，这样就刚好到88分的时候，那个契机点就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那个对齐的时刻。那你们会以为说要准备到100才可以开始，其实也不用，其实就差不多那个讯息来的时候，那个契机来的时候，那个感受来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现在可以开始了的那个时候，其实不用太多的犹豫，或是太多的审判，或是审核自己好不好，不用。其实他这个愚人牌的意思就在这边，只要愿意去拥抱未知，未来就会在你前面。所以只要你们愿意开始为彼此的未来，或是为这一个关系去做尝试，他才会慢慢的在边走边磨合方向，就变得更适合。尤其你们都已经到了要考虑要不要交往的时候，表示很多东西早就都磨合完了，磨期在很前面了。所以愚人牌教会了你们说，爱情的本质本来就不是完美的计划，它是要走出去，要勇敢，要确认，对未知好奇，拥抱未知。他要的是这个，然后当你愿意拥抱未知，他也拥抱了契机，所以这就是什么？恐惧就会在瞬间消失。所以不要再过度的想象说，这个我没有把握的事情会不会失败啊什么的，这些都在浪费时间。你只要单纯的相信你们自己有解决的能力，相信你们自己有调和的能力。刚前面节制牌都出现了嘛。一定会有摩擦，但一定也会和好。一定会有争吵，但一定也会有找到调和的方法、协调的方法都可以。但是要选择相信未来，要选择接近未来。这份爱情就会在未来里面不断的成熟。不断的认出彼此的真心，不断确定彼此的真心，因为这是交往，还没到确定关系嘛。所以爱情的冒险从交往这个时候就开始就对了。愚人牌就在告诉你们这件事情。那我们再到女祭司牌其实女祭司牌的能量是说爱情的最终关键都是心理的直觉的感觉。因为这些前面像愚人牌啊，那些都是一些跳出框架、一些行动上的、语言上的、沟通上的。可是女祭司牌在这边说了一件事情，最后还是心跟心的直觉的感应确定那个安全感，跟有的时候有些话不用说太多，几句话你们两个的心里就有一种共鸣所以交往的时刻，确定交往的时刻，往往都不是靠理智分析谁更好，这个状况好不好，谁需要调整，然后我们要到什么程度我们才可以交往，不是这种理智的判断，而是你们两个人都静下来的时候，突然感受到说就是这个人，确定就是这个人，我在他的身上看得到未来的蓝图，我在他身上看得到未来我们可以编织的蓝图，就算旅行或什么这样。有的时候看不到，可是静下来你会发现说其实有，只是因为你们被太多的理智去分析说好像没有这个什么，然后可能有的时候对于对方的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开始放大，然后忘记了他对你的好的东西。可是有时候冷静下来想一想，其实我感受到的好其实是比较多的有的时候是焦点的问题。所以女祭司的能量重要就在这边，她不会被这种外在的视觉的理智的方式所影响，她告诉你说你的直觉就知道是这一个人何必用外在的这么多理智的分析去确定要不要是这一个人。所以它是一个深层的安定感。所以女祭司在提醒你不要急着从外在的动作去判断这段关系的可行性。我觉得要回到内在去聆听自己的感受，因为很多东西都可以破解，可是内在的那个肯定的感受是不容易得到的。这件事情我时常跟很多人讲，很多人来问我这些东西的时候，讲一些感情的东西，我都说那都是外在，那都是外在的。你心里在你说这些疑惑跟困惑的时候，其实你心里还是一直在想要去否定你观察到的那个都不是真的，那就表示你心里是觉得这个人是对的，可是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理智去觉得是不可行的呢？难道要等到真的两个人都比较分开的时候，才在一个自我的冷静状态之后，才发现说，哎呀，那些我在意的小事其实根本就不重要。
就去把它推开了，不能到这里，因为女祭司一直在告诉你们说，内心就已经有答案了，要相信里面内心的那一个悸动还在哈。所以这张牌也带来那种灵魂的默契感。当你们两个的默契感有出现过，还在心里的时候，那个理智的东西，就要在确认关系、确认交往之前的时候，其实要先放在一边，因为这个交往的关系先进去之后，你们很多东西可以再慢慢的判断，再慢慢的修正嘛，然后再到确定关系嘛，而且。女祭司牌在这边出现的时候，其实它在暗示一件事情哈。当你们发现你灵魂内在有一些默契跟交流很强的时候，那就表示你们之前的灵魂在其他的象限的时候，可能已经有相处过、有牵连过，是有一些约定过，所以才会让你们前面从朋友、好朋友的时候，其实还蛮顺利的，还能够考虑到要不要交往哦。因为命运早就已经安排这样子的相遇了嘛。所以这些我们从神秘主义的概念来说，其实我们来看神秘主义。这种密契主义的时候，记得内在直觉是核心价值，理智只是帮你去做参考，跟帮你去找到比较好，或者找到捷径，或是去创造推力。可是内在的直觉才是我们看神秘主义的最重要的核心，因为你要知道，爱情从来都不是那些外在条件的符合，当然也可以符合，可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归到你的心有没有确定是这一个人，这才是真正的关键。当你确定是这个人的时候，那个内心的安静才会平静下来，才会散发出来，它才会从一个波动有风吹的湖面上变成一个平静的湖面，然后待在身边，然后最后在这个肯定之后还会发生什么？你就会觉得我们彼此都可以好好的安心的待在彼此身边，什么可以脆弱，可以坚强，可以做自己。所以内在的感觉是很重要的。所以这3张牌其实我在想他讲的是说调和牌，不是调和牌，节制牌是让你们在确定交往前就已经学会了彼此怎么调整、调和、协调、沟通。然后愚人牌只是在告诉你们说，交往这件事情确实是要确定一下，可是记得要拿出那种勇敢对未来、拥抱未来的冒险的心啦。然后女祭司则是讲了一个最核心的、重要的，就是那些都是外在的，你内心的直觉觉得可以走就去走吧。就去走，不要想太多。内在的声音最重要，因为内在的声音肯定了，其实爱情已经落地了。爱情已经落地了。好，那这个就是第2张牌给的各种讯息。记得每一个牌给的讯息基本上算独立的，但是它还是有些连结，我已经把它勾了起来了。那希望给你一些比较好的方向、更乐观的方向去期待这个新的爱情这个人的出现。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来，我们现在来看到选择第3张牌的第一题。第一题我们一样就是什么样子的机会会让你遇到他了。所以我们这边有金币3、星星跟命运之轮。直接开始。其实从金币3里面我觉得我看到你专注在某一个领域里面努力的样子了，可能是学业、社团、工作，或是你热爱的一些工作以外的私底下的兴趣。当然也有就是你的工作里面啦。可是这张牌告诉你我觉得他应该现在应该会在你正在专心建造你自己的人生的历程啊，专心自己的一些某个领域的一个方向跟梦想的时候，在他这个阶段，你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在偷偷的靠近。它不会在你无所事事的时候出现，因为金币3本来就是一个因专注相遇跟整个自己的专业能量跟其他人合作的扩张的一种魅力的能量的展现啦。所以当你因为自己的梦想跟成就跟他人合作或是讨论在完成某一个任务的时候，他其实就在附近观察。所以他可能是你在一个团队里面的专案里面，然后你们并肩熬夜啊，从陌生变成到熟悉这样，或是在某个球场练习的时候，你努力的学习啊，他在不远的地方在偷看你。所以甚至有可能是你在默默做志工啊，或是社团活动之类的，他会被你一些真诚然后关注到你。那金币3这边在提醒你说，爱情它从来不是一个虚无的从空中掉落的，而金币3在跟你说这一题，它会在你正在努力为自己去付出、为自己去成长的时候，所绽放出来的光芒的时候，被你吸引到，他都会在附近环绕，然后偷偷的看着你，然后他还会一步一步的慢慢靠近，他会从朋友啊各方面慢慢接近你，然后顺理成章的让你发现说他的存在感，而且可能就会就此很明确的告诉你说，其实他是喜欢你，他注意你很久了。这是金币3在这边所讲的一个能量。那我们在看到星星牌的时候，其实星星牌总是带来一种无可取代的光亮了他就觉得说，当你在生活里感受到很多未来的希望啊，当你对自己有了很高的什么新的期盼啊或信念的时候，那个时候星星牌就跟你讲说，
爱情差不多要来了，因为这张牌象征的机会往往不是那种外在的事件，而是那种内在的转变呐。所以当你从一些失落的地方走出来的时候，你开始相信说，哦，其实我自己还是可以再被爱的。那星星牌的那个能量跟吸引力它就会把它吸引过来。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开始发现自己是无可取代的那一种能量的。好，即便在之前有一些生活的低谷，各方面可是内在产生一些转变呐。所以星星牌这里在讲说在一个安静的时刻你会开始渴望自己能够支持自己，相信自己。你可以跟自己在一起，所有的事情你只要好好的看待自己，就不会有什么坏事发生。然后你可以重启任何事情，你可以重来任何事情，东山再起任何事情，任何低谷都可以往下爬上去，甚至天上的星星，你都觉得你有自信能够把它摘下来那个就是因为你跟整个宇宙各方的能量它是同频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这个光亮也会被它发现。这跟前面的金币3的能量很相像都是你从自己内在的身心里面去唤醒自己的那一刻的时候，就是与他遇见的那一刻了所以往往他出现在你附近的时候，是因为他在旁边观察你非常多，他发现你这个人内在的强大的力量，或是提升，或者在增长进阶的力量的时候，让他发现说跟这个人在一起好像可以看得到未来的蓝图，而且你甚至也有激发到他对爱情的一些新的期待所以他的出现就蛮像在夜空里面伸出手就很像是你对天空的星星伸出手这样，就2只手接在一起，就2道光对应在一起了。其实主要还是因为你自己的个人的发光吸引到他这个好能量的靠近。所以我们再看到命运之轮我觉得命运之轮讲的是某种看似意外的遇见，其实是必然的因为命运之轮的出现，就是说这段相遇不是全靠设计的，不是全靠追逐的，它绝对是在这种生活里面的某些小转折，会在你一些没有预期的场合出现看起来像是一个偶然的邀请，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行程临时的改变，甚至就是你不打算去的聚会。因为命运之轮它讲的很多状况是在某种固定的规划里面的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一些转折停滞，或是一些好奇，或是有一些奇迹，或是一些新好运进来。所以他这边会有很多的转折，像刚刚写嘛，偶然的邀请行程的改变然后不打算去的聚会就去了，就是你会在这种奇妙的转折里面跟他这样与他相遇所以命运之轮代表的是什么？你们本来就要相遇，可是会在看起来像是意外巧合的方式里面遇见。那它深层的意义代表什么？其实不要太去强迫自己去寻找这个人啦。时间到了，时间对的时候，自然会让你们走进那一个相遇的轨道其实现在就是这样，不要去特别去期待，不要特别去追寻。你已经散发出来的线索，你已经给予这个宇宙、给予这个生命、给予这个生活所有你的好了。我们也不要特别去期待，也不要去等待，你已经全部都给予了，我们就照着自己的节奏走，为自己走，顺着自己的流，都顺着自己的能量走，不要拒绝新的场合，不要拒绝新的朋友，不要躲藏，不要封闭，不要困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命运之轮在讲说，因为它这个转动是大的世界的转动，我们跟着它走了，跟着我们自己的命运之轮的轮走就好了所以生活中会有很多微不足道的小选择，我要走这里我今天要去哪里吃饭我今天要去买这个东西然后朋友说临时要改去哪里虽然觉得很麻烦，觉得自己的时间比较重要，但是还是去好了，去看一下好了，去好奇一下好了，或是去看一个电影，然后是恐怖片从来都不敢去看，说好了就去看一下好了，看大家在看什么恐怖片，好奇一下大家，好奇一下有多恐怖什么这些的某些小细节微不足道的小改变、小选择，其实都是命运之轮在给你非常多的门跟楼梯，在不同的路径上帮你安排着与他相遇，只是远近问题而已。因为命运之轮它终究要讲的是终究要相会，可是让它产生很像意外、很像邂逅、很像巧遇啦。所以你一定要顺着心慢慢走，而不是胡乱着乱走，而不是比较负能量的走，好好的顺着走，因为你会跟着命运之轮所安排的正能量、正念的路径走上去，走到它的轨道里。那么我觉得这3张牌其实是一起在告诉你了努力专注自己的未来，你就会像星星牌跟命运之轮一样，会有一些很重要的契机，很重要的契机的轮子，会把你们2个送到交汇的点。不要着急，然后路径上不要怀疑自己，你要相信所有的一步一脚印都在建构的是你自己的舞台、自己的世界、自己的光亮，这样就好了。其他的就交给命运之轮跟其他的能量，会把你慢慢的带到他面前就可以了
再来，我们看到第二题哈，第二题我要怎么认出它？哦，认出它就是有一些关键的讯息嘛，所以就有金币国王啊、金币7的逆位、权杖国王哦，土能量很强，土能量很强哦。那我们先看金币国王的部分哈，我觉得当金币国王出现在这里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稳健、稳定、安全的堡垒啦、城堡哈。它怎样？它静静的已经建筑在你未来的走路的道路上，很远就看得到了，好，知道未来的路径怎么走。所以我觉得我这边要再提醒一下哈，我们这边9张牌哈，它其实都是独立的讯息。好，其实以后单张解释的话，你就要都把它当是一个独立的讯息。那如果它有说连接、有同步性、有关联重叠，我会再提醒你们哈。那这边在讲说，它其实它的出现，它不是像风能量一样随意的出现了，它其实是代表一种沉稳、可靠的讯息，慢慢的靠近你。你要怎么认出它？就代表它出现的时候会有一种安心的感觉。记得哈，有很多的土能量出现的时候，就代表它的安心的感觉很重。任何的国王牌哈，无论是权杖、圣杯这些，国王是国王牌或是皇帝牌，那个安心的能量就很重哈。所以它应该会在生活里默默的出现。好，你会遇见许多让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但是金币国王要提醒你哈，真正属于你的人哈，他不是一定会让你觉得心跳加速，而是他会让你发现说这个稳定感。好，会让你觉得你想要被庇护，想要被保护，想要依赖它，而不是那些表面的浮华的心跳瞬间哈。有些心跳瞬间是眼睛的交流，那是水能量的；可是土能量的是这一份安心的感觉，会让你觉得舒适。好，所以你可能会在团体的聚会或是一些学习的场合啊，去学语文或各方面学习的场合，这我们讲很多哈。然后还有一些工作上的合作的场合。你会发现他会展现出这样很强烈的特质，然后慢慢的被你认出来是他。那他会特别去跟你做出更多的互动，可是他的语言跟肢体语言各方面都不会是浮夸的。他会跟你的互动的每一句话，可能都像是一个很可靠的、稳固的石头。好，不然金币国王的能量就不会在这边展现嘛。那他很懂得未来打算，所以你跟他讲话，突然发现说他有一种很成熟的未来的计划感，他心里好像所有的步伐都在跟着他的未来的蓝图走，你会觉得好像跟着他走就好了，然后就觉得可以跟他并行，好像也可以学习到非常多的东西。那你会发现他对很多小细节，小细节的在意。很精致，很有品味，然后又发现说他好像也不会很自私，他也好像很愿意去帮所有人去分担重量，认真的去规划大家的缺失或是一些小计划，他很快就能规划出来，好像很有能力去看顾所有人的需求。然后我觉得在这里金币国王要告诉你说，其实你最被他吸引的点是什么？他在专注思考解决事情的那一个眼神所杀出来的光。所以你要认出他，其实在金币国王这边解释的非常简单，因为你内心有一个声音是，如果你跟他在一起啊，跟着他走，你就不需要假装自己很坚强。这就是我刚前面上一张牌的，有的时候我们找一个人在一起，只是希望能够安心的脆弱就好了。这就是金币国王的一个象征哈。那么到金币7的逆位的时候，其实它带来一个提醒啦，就是在说，他可能并不是会以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出现在你面前，或是你刚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经历某种停滞，或是自我怀疑或低潮，不确定自己的努力方向会不会很正确。可我跟你讲，这里跟前面的这一个金币国王的说反而有种对冲。可是金币7的逆位其实在讲的是说，他跟你变得比较靠近的时候，他这一份柔软也会慢慢的展现给你看。那这个时候他带来给你什么？原来你发现你自己也能被他依赖，你跟他并不是一个上下的关系，不是一个强弱的关系。即便他前面金币国王带给你那个稳定跟安心的感觉，稳固可以安心的在彼此旁边脆弱的感觉有出现，可是这里你发现说，原来我的特质也能够照顾到他的需求。所以这份能量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很不真实。可是又看到他内在散发出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你自己的能力能够对应的，所以发现说这才是你们两个人共处的世界，别人是看不到的。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关键，你会怎么认出他？只有你会发现他眼睛中在这份坚强里面仍然有些不安，可是却是很诚实的展现给你。因为很多人会隐藏自己的软弱，但他在你面前不会，他会让你看到他不确定的那一面，表示他对你的信赖越来越多。这不是一个缺陷，而是比其他人来讲，你能看到的真实更多，你的位置、你的重量、你的价值比他人
多太多了。所以这里你们就可以反观自己哈，当你跟他谈论到未来的时候，他还是有的时候非常坚定，非常有多的蓝图，可是他只会跟你说他对未来的某些迷惘。你会跟他相处的举止会察觉到说，他其实不像大家以为的他这么满意现状，这么有能力去处理所有事情。他其实对很多小细节或是自己做的，他还是觉得不满意。也许他会有完美主义，可是他仍然在尝试，在做改变。这份专注仍然也在持续的吸引到你。所以金币七的逆位其实在告诉你说，不要因为他内在那种犹豫、停滞、怀疑而去忽略他，或是觉得他没有那种魅力，而是你要认出自己。原来是你可以看到别人都看不到的，然后你也要看到他愿意诚实的去展现给你他内心的某些不足，这个表示你的特别。所以当你遇到一个人他让你感觉到可能还不确定，或是内心做一些自己很多事情都还不放弃的时候，其实这宇宙在给你一个讯号跟暗示啦。这个人所展现给你的，不见得他会展现给别人。而且就像又回到我们刚讲的，是不是你也让他觉得他可以让他安心的在你旁边展现自己的脆弱，这个是很难遇到的这个是很难遇到，这跟你跟你的闺蜜、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那个是不太一样的感觉，因为他有什么接住，能不能接住你、拯救你，在内心完全的治疗你，这个是不同的力道情人跟好朋友的差异在这里因为他还是有一种归属感，在爱情里的归属感、灵魂的归属感是有差别的。那我们再到权杖国王这里我觉得权杖国王这里出现的时候，又跟前面两张牌的概念不一样他在讲说，这一个人一开始出场的时候，有一种决断跟行动的气场走到你的世界，跟金币国王的稳定不同。权杖国王的气质带有一种领导、热情、带动氛围的力量，可是他在这个气息，其实在刚刚的金币国王那边也有，只是更澎湃。所以这边加注了他的，这边在讲的是他在大家面前的吸引力出现在哪里。所以你要认出他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绝对他的能量气场会影响所有人的节奏，甚至在整个低迷的气氛的时候，他的表现会带给大家更高的勇气，而且他好像有点像整个环境的 DJ 一样，就是他能够带领大家的节奏在团体里面，很多人在注意他的回应，注意他的决定，这样，然后他的笑容总是很有自信然后总是让人可以信任的力量。可是你看权杖国王跟金币国王都在展现这个时候，我们回到刚前面那个金币七的逆位，大家都没有看到的那一份脆弱，结果你看到了，这个才是整个牌面的细节出现所以呢，这个人我觉得他不会永远用一种很高调的方式，然后去展现自己，不浮华，不骄傲。可是他那种依赖感却让他觉得像太阳一样，金币国王、权杖国王的两个能量都在说明了他有热情、有依靠。所以无论你是不是想要注意到这一个人你都会被他吸引，你都会在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你还比别人更看重他内心的不安，然后他还往你这边去索求某种安慰跟治疗，只找你所以爱不只是一种安全感啦，而是一种某种让人可以向往未来的一种动力。所以他这个人内外的能量都会被你看到，所以当你遇到他的时候，除了有安心的感觉，然后想要追随他的感觉，还有想要照顾他的感觉。所以他除了会让你看到前面两张牌之外，在权杖国王这边还看到说，他其实有一种带领大家勇敢往未来前进的一个能量。也就是说，我们刚在金币七的逆位的时候，看到他内心的不安跟一些犹豫停滞，可是更加的衬托出什么？其实他的勇敢值很强，所以才会去把他这些暗能量被压下来，别人还没有注意到。那为什么你会注意到？因为你跟他的灵魂有联动啦，所以你会比较能够深刻的比别人看到那一份一丝的小小的讯息，而他也会知道你发现了，所以他才知道说你是可以让他在某些时刻是也可以依赖的。来，我们来看到第三题第三题我们就是大概从要讲说朋友到好朋友，然后可能要确定交往了前面会有一些关键的情况会出现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还蛮重要的很多人在期待这件事，因为可能现在已经开始认识人或什么这样那我这边看到的是倒吊人倒吊人，我现在就看这什么倒吊人太阳隐士，但是逆位其实倒吊人牌逆位后，这边其实比较在提醒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两个要确定交往的关键不是在于说你们前面相处里面有多少的忍耐，或是整个关系有在停滞里面就是找不到方法。其实他这边在讲的是说，在这个停滞的状态里面怎么走出来，怎么解决。因为他在正位的时候是一种等待牺牲，跟用一种安静来换取
顿悟觉悟嘛，那都太慢了。而在逆位的时候，它比较像是某种呼喊哦。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不要在停滞的里面，在等待时空或者宇宙给答案了。爱情里面有的时候需要打破这一个氛围，好，然后要换一个全新的视野，好，然后不要把很多的话或是选择都放在心里卡在不说出来哈，而是要好好的在想要确定关系前，从被动成为主动，把很多想说的话、想要去确定的东西，去把它成为行动，把它讲出来。所以倒带牌的逆位比较像是一种转身。视野的转换，希望你们把原本相处之前的一些习惯的观望啊，或是已经得到的答案啊，或是以前认定的安全感应该有什么样子的形式的各方面，要换一个角度再重新看。因为到交往的时候，有很多东西会变得更加的敏感，更加的亲密或什么的会比较强烈。所以倒带的逆位在提醒你说，真正的关键不是等他来去诉说我们要不要交往，而是你可能发现交往的时刻也来了，然后就可以调整自己了，看看这现实中有没有很好的机会就是可以勇敢的去靠近，去暗示他说，其实我们可以进入交往的状况了。因为倒吊人的逆位在告诉你说，其实有时候在要确定交往前会有一个停滞状况，好像变成很好的朋友、很近的朋友，可是一直都没有要确定要不要先进入恋人的交往状况。记得交往后面还有一个确定关系嘛，所以他前面还有一个是先试着以恋人的方式相处看看的前面这一个关卡，但是他会在好朋友跟交往前面卡太久，所以倒吊人其实只是说他不是要你去勇敢的去讲说我们要不要试着交往，而是他是希望说换个角度。转换一下视野，因为原本倒吊人是倒吊着嘛，可是他逆位的时候是不是就开始可以转正了？表示视野转换了，会看到很多的角度，还有方法转换了，说不定你们能够沟通到不同的位置跟面向，所以才发现说心里有很多担忧，或是遗憾啊，或是不敢说的东西，就发现说在说出来的时候都没有再被恐惧压迫、压抑，而都解放了。某种对于要不要交往的一些怀疑，突然才发现说那都是过度思考。所以要试着用不同的角度来去面对交往这件事情，把话说出来，然后展现自己，然后不要再让爱情像悬挂的状态就这样停滞在那里，让它进入到真正的下一个阶段了，然后拥抱未知，拥抱未来，来试看看交往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改变，会有什么样的加分，会有什么样的扣分，我们再来做协调，一定要往那一步往下走，可以这样子开始做协调，这就是倒吊人的意义啦，转一下视野就可以了。然后太阳牌说，其实太阳牌讲的是一个很温暖的，然后很有确定能量的牌。它其实在告诉你说，爱情要够真的要确定下来，其实真正的核心是太阳牌所谓的照亮，也就是他内心的坦诚的那一份光。因为太阳牌的力量是非常直接的，它没有在隐藏任何内心的东西，它就是彼此要把心意好像太阳光一样洒落。其实这张牌其实也在讲，这是一个无所畏惧的表达，所以它在呼应前面的倒吊人牌啦。也许你找不到视野，那就直接用勇敢去表达就好了，不要猜测，不要试探，在交往之前，让彼此最真实的想法摊在阳光底下去做交换。所以在爱情里面呢，太阳牌的讯息非常简单，幸福从来不是秘密进行的，而是公开的展现的，让彼此承认想要被世界祝福。然后所以你们要先互相祝福，所以要把内心的话、想要的、感受的都讲出来，这样才能够被祝福，未来的关系才可以拥抱嘛，未来的未知我们才可以一起拥抱。所以这段关系的关键在于彼此公开内心的想法，然后对于这些想法的肯定。也许你们会在某一次的对话里面，某一次笑容，突然意识到说，原来我们彼此已经不需要再怀疑去猜测我们有没有交往的可能，因为有的时候眼神里面的光是最直接的答案，就发现说，我们好像现在可以交往了。好，那到这个关键点，可以去讨论说，那如果交往之后有什么？你可以用理智的方式或感性的方式都可以去做一些内外在的交换、想法的交换因为太阳牌在给你的是说，这个叫前面的这些决定都不是一种模糊的暗示啦，而是一些热情。也高调的确定两个人，因为就你们两个人嘛，要确定的很清楚。所以太阳牌还在更直接的讲，核心是什么？真诚啦，你真诚就好了。爱情不要怕争吵，反正有和好，只要争吵完有争持，只要有真诚，有争吵没关系，也会有真诚的和好嘛。只要彼此对于内心的想法不隐瞒，或是不说出来，都不说出来，这样，那太阳牌的力量告诉你说，你就勇敢的说出来，单纯的说出来，不假装不伪装就可以了，自然而然的让彼此进入一种稳定跟确定的沟通，然后进入
交往要不要交往关系的一个关键的确定时间点啦。好，就稳稳定定的讨论就好了。好，让阳光把这些内心的一些阴霾让它消散，好，让它消散，不要再阻碍了，让它透出光亮来，照亮你们两个内心真实想要说的一个想法。所以太阳牌的出现，其实在讲啦，在确定关系前的前面的关键，就是要把心意完全敞开来说，毫无保留的去分享自己的喜悦，对这份爱情有什么渴望，有什么梦想，未来的规划，先讲，一步一步往那边走，看它会不会发生。一样也是拥抱未来，好，拥抱未来，相信未来的可能就可以了。那么到隐士牌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安静、很深刻的牌。它带来的讯息是说，爱情能够真正确认下来，其实不是在外在说什么了，而是你们个内心有没有找到某种确信了。所以这些确信就是太阳牌所带来的。我们要把话戳出来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确定每一个项目，一个一个确定那内心的话要怎么说出来？就是要靠隐士牌提着那个灯，把内心的照亮啊。你每一个找到的东西拿出来讲，两个人就可以慢慢的往交往的这个目的地去走去啊，不用急，就慢慢的说，慢慢的讨论。如果没有那么确定的话，就慢慢的说，慢慢的讨论，把内心所有没有说出来的话或忘记的话，经过隐士牌举起的那个灯把它照亮就可以了。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就好了然后你也慢慢发现说，其实你们两个在交往，其实不是要那种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内在发现说有一种很安静的声音，好像灵魂被轻轻的被照亮，说我一步一步的确定就是他了。我内心有很多没有说出来的话，因为他而信任他，我竟然可以坚定的拿出来诉说做交换。这就是很多的确定也就是为什么太阳牌跟隐士牌要这样子。它比较像是说你们有一个大的宝箱，有很多秘密藏在宝箱里，可是那个宝箱是在什么？太阳底下。然后你要打开一个一个拿出来，隐士牌会进入那个宝箱里，一个一个去探索，一个挖出来拿出来，然后摊在阳光底下，两个人互相讨论，是真诚的，而且是有耐心的。所以爱情在太阳牌跟隐士牌在讲什么？爱情的建立是需要时间的。好，要到确定关系前，也没有说一定要立刻确定关系，可是快接近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是靠时间去一步一步确定到，我们可以交往了。然后交往的时候还有更多的确定你也可以利用太阳牌跟隐士牌来到我们可以确定关系，我们是恋人了。也许你们的关系里面有很多的激情的火花，但是也有日复一日的陪伴跟观察。你会慢慢的发现，爱情的相处很多都是存在于一日一日的安心的建立，一日一日的你的孤独被他看见，被彼此看见而被拯救，然后内在产生某一种自然而然的我们要在一起的共鸣。所以外在的别人的期待、别人的喧嚣对你们来讲都不重要，而是内在你们是不是一步一步的把心交给到这个人，然后他是不是有接住，他是不是有看顾，这样就好了这个就是隐士的光的那一个耐心，让你慢慢的确定就是这个人，然后可以很真诚的拿到太阳底下说，这个就是我要把自己交给你，这就是他的能量的搭配啦。所以到了这一刻的时候，其实真诚的把自己展现出来就可以了。也许要挖自己内心的一些黑暗面，那没关系啊。你相信这个人能接触，就拿出来聊，拿出来讲，你会发现说，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难好，那就这样这个就是3号牌的朋友，我们这边9张牌都给了不同的讯息希望可以给你一些对于爱情恋人出现的这个人的那个方向感有一些乐观的期待那谢谢你来听祝福你。